交警拦下违章的农用三轮车，可他非但不罚款，反而给了司机100元。哎，别，你这是多不？这是我半个月的烟钱，拿着。原来这群人是去四川抗震救灾的。2008年5月12日，村民们面色凝重地围在电视机前，新闻报道着汶川地震的受灾情况。四川共发生余震5210次，阿坝州死亡2140余人，广元市死亡2060余人，已经从废墟中抢救出33434人。看着灾区人民家园被毁，无数家庭支离破碎，在场的人无不潸然泪下。好好的一个家，喘口气的功夫就没了，人也没了，你说谁踏实谁不难受？这时村里颇有威望的郑涛发话了：想去四川的，明天上午就走。谁去？乡亲们听后踊跃的举手报名。妻子担心路途遥远，万一出个什么意外，可郑涛却说：有钱的帮个钱场，没钱的帮个人场，谁都有遇到困难的时候。隔天大家就扛着铁锹，带着煎饼卷大葱，准备远赴灾区。村民们纷纷前来为他们送行。奶奶让郑涛把老母鸡带上，到那熬个鸡汤，给灾区受了伤的人补补身子。奶奶叮嘱大家路上注意安全，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回来。就这样，10个朴实的山东大汉坐着三叔给女儿陪嫁的新三轮，朝着千里之外的灾区出发了。然而很快他们就被一名交警拦下。同志，驾驶证。一辆农用三轮车，前排挤了3个人，后面坐了7个，还有一只老母鸡。超载家人或混装，违章是肯定的了，不仅要罚款，还要面临扣车的处罚。郑涛听后急忙向交警求情：钱俺们认罚，这车能不能别扣啊？我们开车要去四川了。交警说：你们不知道四川地震吗？再说这里可离四川有好几千公里，再远也得去啊，那里人需要帮忙啊。郑涛带交警来到车旁，看到车上的铁锹和锄头，交警相信了他们的话。这么说，你们还真是上四川救灾的啊？是，这真是。交警随即从口袋里掏出100块钱，不是给你的，我给灾区人民的一片心意，收着吧。最后交警替他们交了罚单，告别了交警，他们继续赶路。渴了他们就喝从家里带的自来水，饿了就一起吃煎饼卷大葱。为了省钱，他们的吃住都在车上。然而很快他们带的干粮就吃完了。饥肠辘辘的几人来到一家饭店，服务员问他们想吃点什么，看着手里并不贵的菜单，他们面面相觑，谁都不好意思开口点菜，因为他们想多省点钱捐给灾区。最后菜单传到了郑涛手里，10个人只要了一盘炒土豆丝和一份番茄鸡蛋汤。还要啥？够。众人用笑声掩饰着尴尬。老板娘看到菜单，嘴巴咧到了天上。这群人也太抠了，她让服务员去多买点馒头，店里剩的肯定不够他们吃。很快一菜一汤就被洗劫一空。这时买馒头的服务员回来了，他神秘兮兮地找到老板娘，拉着她来到三轮车旁，一条横幅映入眼帘，只见上面写着山东日照农民救灾志愿者。老板娘瞬间明白这群人为什么这么节俭。她回到饭店，把2大盘肉菜端上桌，大伙一下子都愣住了，没人敢动筷子。老板娘，这2个菜俺们没点。俺没点，你不能硬上。放心吃吧，我们老板买单。吃吧，有啥需要嘞，找我。离开时，老板娘又送给他们1箱矿泉水，让他们在路上喝。因为三轮车不能上高速，他们只能走乡间的小路。靠着一张地图，他们边走边问。坐渡轮的时候，为了省下10块钱的费用，他们就挤在三轮车上，不占轮船的地方。船上播报着灾区的情况。就在少峰准备去交钱的时候，突然听到一个小伙正悠闲地唱着歌，唱起了动人的歌谣。小伙子，少峰上前阻止，别唱了。为什么不让唱？你说这个时候唱歌不合适。对方却认为他在多管闲事，二话不说就给了他1曲。受了伤的少峰坐在车上，他觉得自己并没有做错。走着走着，三轮车却突然熄火了，原来是油箱没油了。无奈大家只好推着车继续前进，可走着走着车却突然歪了。跑完了，呀，我绝了！原来是德山一直开车太困了，我困的实在是不行了。为了不耽误时间，郑涛让学过车的少峰先把一下方向盘。就这样，大家顶着太阳走了好几公里，终于找到了一个加油站。他们来不及休息，准备加完油继续上路。站长见他们挂着救灾的横幅，免费为他们加满了油。这次钱就不要了，老乡，你们大老远的去抗震救灾，我们加点油算得了什么？这多不好意思啊！就是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咱们呐，都是在为汶川加油，为汶川加油！站长的话让大家感到振奋人心。三轮车上也多了一条正规的条幅，因为那时手机还没有导航，地图更新也不及时，原本地图上有的小路却怎么也找不到。就在大家迷路的时候，出现了一个专门给人带路的年轻人。去哪儿呢？不认识路？你干啥呢？
得知带一次路收费20，大家还是决定继续往前寻找。这时，年轻人注意到了车上的横幅，他急忙跑了过去，决定免费帮他们带一次路。年轻人告诉郑涛，接下来的路必须要走高速，可农用3轮车不让上高速。你们特殊情况，俺哥他是个什么？应该差。走，我带你们去。于是他们来到了高速收费站，可不管大伙怎么解释，收费员说什么也不让他们通过。无奈他们只好又退了回去。眼看灾区近在咫尺，可他们却感到深深的无力。这时三叔提议让大家回去。三叔，你怎么能说这话呢？回去，这时候能回去吗？少峰说现在回去就是半途而废，只会让别人看笑话。然而噩耗却接踵而至。郑涛接到村里打来的电话，说顺子的爷爷突然去世了。顺子从小无父无母，是爷爷一手把他带大了。爷爷是他在这个世界唯一的亲人。大家商量后决定瞒着顺子，想以回家报平安的借口让他先回去。郑涛叫醒躺在车上睡觉的顺子。你看啊，这高速公路不让咱们3轮车过，咱不能都在这耗着。顺子，你回去代表我们大家伙报个平安。顺子啊，回去吧，都别说了。原来顺子已经听到刚刚大家的对话了，他朝着家的方向哭喊道：爷爷，顺子对不住您了，我抗争回来，我一定在你坟前给你磕一100个响头。郑涛再次找到收费员，希望能通融一下。你看我们吧，大老远从山东过来的，到灾区都到这儿了，你就照顾照顾呗。可规矩就是规矩，收费员只好帮他们请示一下领导。最后领导特事特办，专门找了辆拖车把3轮车运上了高速，还找来客车让他们坐上跟在后面。哎呀，还是好人多呀，真是没有想到啊，俺们这还混了个专车钻。下了高速后，他们继续驾驶3轮赶往灾区。这里的山路陡峭崎岖，在一个急转弯处，他们为了躲避迎面而来的货车，差点跌落悬崖，一车人险些送命。好在只是虚惊一场，3轮车又安全的倒了回来。经历生死的他们更懂得生命的珍贵，大家来不及互相安慰，便再次上路。这时天空却突然下起暴雨，他们拿出一块塑料布来遮挡风雨，看来今晚是没法在车上过夜了。为了省些住旅馆的钱，他们一直在车上等到凌晨12点。就这样10个人只开了一间半价房。第二天天还没亮，他们就又出发了。路边的废墟告诉他们离灾区越来越近，很快塌陷的道路让他们无法继续前行。大家缓缓从车上走了下来，眼前的景象让每个人心痛落泪。最终他们经过4天3夜的行程，跨越2000公里到达了四川灾区。在18天的抗震救灾中，他们吃苦在前，无私奉献。10个淳朴的山东大汉感动了灾区，感动了13亿国人，被誉为史上最牛的救援队。让我们为这些平凡的英雄致敬。